我叫安德里亚·纽曼。在我的订婚宴上，表妹莉莲娜·格兰特假装醉酒偷服催情药，哭着求我把未婚夫钱德勒·拉金借她一晚。我找来一直对他情有独钟的阿彻·马丁。莉莲娜醒后发现床上人不是钱德勒，羞愤自尽。钱德勒未因此事怪我，待我如初。我始终对莉莲娜心存愧疚，她死后更是尽心照料其家人。然而婚礼当天，钱德勒却给我下药扔给乞丐凌辱。莉莲娜在圣诞夜受过这种苦，用你肮脏的身体为她赎罪吧。我在新婚夜被折磨致死，与未出世的孩子一同殒命。当我再次睁眼，竟回到了莉莲娜哭着求我让出钱德勒的那晚。订婚宴上，莉莲娜假装醉酒误服催情药，泪眼婆娑地求我，安德里亚，求你快让钱德勒救救我好不好？她边哭边扯我晚礼服，安德里亚，我只要借钱德勒一晚，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低头看跪在脚边哭泣的莉莲娜，轻声叹气，莉莲娜，我和钱德勒已订婚，你这样以后还怎么嫁人？钱德勒也皱眉呵斥她，我是你姐夫，你这样子真让人恶心。说着踢开莉莲娜，拉着我要走。看莉莲娜痛苦蜷缩在地的模样，我终究心软了。我打电话叫来一直爱慕她的阿彻。莉莲娜与阿彻早有婚约，阿彻为人正派，绝不会外传此事，让他帮忙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。然而他醒来看见身旁是阿彻，当场崩溃大哭。他指着我咒骂毁他人生，决绝自尽。此事成我心口抹不去的阴影。我总认为是我害死了他。他死后，我尽心照顾他家人。钱德勒体恤我辛苦，常陪我一同照料。但新婚夜，他竟找来数名乞丐将我凌辱致死。我苦苦哀求他放过我，他却厌恶地看我，若不是你，我早与莉莲娜在一起。全是你害的。莉莲娜在圣诞夜受过这种苦，她死了，你就用命为她赎罪。原来他与我订婚前后，早与莉莲娜有染。我从莉莲娜送他的日记中得知，他才是他初恋。但他不知日记里事无巨细记录着我的一切。莉莲娜从小嫉妒我家世，疯狂模仿我，从衣着风格到言行举止，甚至日记都逐字抄袭。她以为模仿我的一切就能取代我。前世我因她是表妹屡屡退让，最终丧命。今生我决定成全他们，因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当熟悉剧情再度上演，我借口换礼服提前离场，将舞台完全留给莉莲娜。果然如前世般，她假装醉酒误服催情药，然后推开阿彻，四处寻找钱德勒与我。找不到我，她只能跪地哀求钱德勒，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不救我，我会死。她以死相逼钱德勒。钱德勒脸上闪过厌恶，但仆人低声向我禀报，拉金先生称有要事，提前离场。我看着镜中自己，前世惨死画面闪过脑海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幸好重活一世，今生我定亲手送他们下地狱。我吩咐去请马丁先生过来，就说我很担心莉莲娜，想请他帮忙寻找。仆人离开后，我开始做事，四处寻找钱德勒。所到之处皆焦急询问，见过我未婚夫和我表妹吗？很快订婚宴宾客皆知钱德勒与莉莲娜同时失踪。阿彻听闻也焦急万分，莉莲娜是姑娘家，此事传出去对她名声影响极大。他立刻下令尽快找到莉莲娜小姐。众人分散寻找，几乎将宅子翻个底朝天，只剩钱德勒与我的新房未找。众人犹豫站在门口，进退两难。这时我焦急跑来，找到莉莲娜和钱德勒了吗？众人沉默。一仆人说，其他房间都找过，只剩这间。话未说完，我用力推开门，钱德勒、莉莲娜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下一秒，屋内传出女子尖叫与男子怒吼。我震惊站在门口，身后众人亲眼目睹场景。钱德勒竟在我订婚宴与表妹莉莲娜苟合。我脸色苍白看钱德勒，你……话未说完，眼前一黑昏倒。阿彻及时扶住我，怒视钱德勒，此事贵府必须给我们交代，
否则……他未继续说，但众人明白他意思。马丁家族如今风头正盛，阿彻虽只是次子，却也不是任人轻辱之辈。阿彻扶我离开现场，等我再醒来已是傍晚。我父母杰西、纽曼与菲比、纽曼、莉莲娜母亲伊莎贝尔、格兰特以及拉金家与马丁家的人都到场。见我醒来，钱德勒母亲西耶娜、拉金立刻上前扶我，安德里亚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却避开西耶娜，扑进菲比怀中，放声大哭。任谁看都是受尽委屈的小可怜。西耶娜尴尬缩回手，柔声说：“安德里亚，事已至此，不如让莉莲娜也嫁给钱德勒。放心，你仍是钱德勒正妻。”说完，他转头看身后钱德勒与莉莲娜，我们意思是让莉莲娜做妾，这样全了三家颜面，你们姐妹也好互相照应，觉得如何？杰西听闻不悦冷哼：“贵府真好大脸，还想我女儿嫁钱德勒？呵，痴心妄想！”马丁家众人也面色不悦。阿彻未婚妻竟被送钱德勒做妾，此事传出去，马丁家颜面何存？莉莲娜自然不愿，眼见自己要从正妻变妾时，她岂能同意？她辛苦攀上钱德勒，可不是为做妾。莉莲娜窝在钱德勒怀中，哭得喘不过气。安德里亚，只要你能原谅钱德勒，我愿为妾，只求你别因我生钱德勒的气。此时伊莎贝尔也在旁哭诉：“安德里亚，不放过莉莲娜，她真无活路了。”闭嘴！看你教的好女儿，做此等丑事，还有脸在此哭！杰西怒道。他对伊莎贝尔一向格外宽容，因他寡妇待女不易，无论做错什么都轻拿轻放。但如今伊莎贝尔竟怂恿莉莲娜做此等事，杰西只觉颜面尽失。钱德勒见心爱之人哭得伤心，心痛不已。他皱眉看我，我已答应娶你，还想怎样？非逼死莉莲娜才满意。话音刚落，他父亲狠狠扇他耳光：“闭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”杰西冷眼看这对父子，不必在老夫面前演父子情深戏码。安德里亚绝不会嫁入贵府。这一巴掌彻底激怒钱德勒，他怒视父亲：“此生我非莉莲娜不娶。父亲既如此喜欢安德里亚，何不自娶？”一旁冷眼旁观的阿彻父亲亚历克斯、马丁不禁嗤笑，这便是拉金家家教。说完，他看杰西：“此事你我两家同是苦主，不若你我两家联姻，意下如何？”杰西不敢置信看亚历克斯，当老夫女儿是任人挑拣的货物。亚历克斯笑着解释：“此言差矣。今日之事传出去，我家虽丢脸，但安德里亚才是最大受害者。她日后如何嫁人？”杰西正要拒绝，却听我平静开口：“与贵府联姻，与我有何好处？见我愿意沟通。”亚历克斯立刻喜形于色。他早对莉莲娜不满，总觉得她不仅心胸狭隘，眉眼间更藏着算计。若非阿彻对莉莲娜有情，他绝不容此种女子进门。如今见我松口，自然喜出望外。他说：“安德里亚，别的不敢保证，有几件事绝对可答应。其一，分家产。你俩成婚当日，我立刻去公证处办理手续，家中所有铺面房契全数过给你们。我两个儿子各得40%，剩余2%留给我们养老。其二，亚历克斯拖长语调，不屑瞥眼钱德勒，才慢悠悠继续：马丁家最重规矩，阿彻绝做不出在订婚宴与未婚妻表妹纠缠的丑事。至于最后一点，成婚后，你二人名下所有资产必须登记在你名下。”此话一出，满场哗然，这简直将家产全送给安德里亚。马丁家为阿彻婚事真是下血本，只剩钱德勒家与莉莲娜、伊莎贝尔脸色难看。亚历克斯的话简直指着鼻子骂他们不要脸。我静静听完点头，旁人或许看不出他话中真假，我却再清楚不过。前世莉莲娜死后，阿彻按家族安排另娶他人，虽不爱那女子，仍对她极尽呵护。家中所有资产房契全过到那女子名下，自己反不占分文。若能与这般人物在一起，
即便不爱我，至少不会害我。何况有重生信息优势，我未必需要依靠男子生存。只是这世道对女子终究苛刻，若不嫁人，杰西与菲比要遭人指指点点，背负骂名。我自身如何无所谓，却不能连累他们。我说，好，那我考虑考虑。听闻此言，阿彻父母皆愣住，随即露出满意笑容。一旁莉莲娜却坐不住了，她怒视亚历克斯，凭什么？先前不是这般说的，明明说只给30%家产，也从未说过资产全转我名下。亚历克斯皱眉看他，自你与阿彻订婚，你家吃穿用度哪样短缺？我做此决定是怕你败光家产。再说你家世相貌哪点比得上安德里亚？我单纯更中意安德里亚，愿双手奉上家产，有何不可？莉莲娜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泪眼汪汪看阿彻，你就眼睁睁看他们这般欺辱你未婚妻？阿彻冷眼看他，格兰特小姐，请注意言辞，我早已不是你未婚夫。莉莲娜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扑进钱德勒怀中抽泣。眼见我们两家三言两语定下婚事，钱德勒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推开怀中莉莲娜，怒气冲冲走到我面前，安德里亚，你是我未婚妻，当着我的面与别人谈婚论嫁，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